大家好啊，今天是2024年7月2日，我们在日本旅行的第7天。我们到了长野县地区也有3-4天了。在日本的初夏梅雨季节，这里的气候算是非常舒服的，不会很炎热，也没有很潮湿，整体感受非常的好。昨天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可能会有一些降雨，所以我们没有选择今天去上高地，把上高地的行程放到了明天。但是起床之后发现今天是个特别晴朗啊，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啊，但愿明天也是这样一个好天气吧。今天的早餐我们是订的酒店的早餐，可能是由于汇率变化的原因，直接在酒店以日元计价来订早餐会比在 App 上订的便宜非常多。所以提醒大家一下，预订酒店的时候可以到酒店的官网查一下早餐的日元价格，可能会有惊喜。我们今天主要去的景点就是松本市美术馆和松本城。查了一下，美术馆离我们更近一点，我们就先向着美术馆出发了。我们看了一下，公交车的话要等的时间会比较长，算下来可能走路能更早一点到，我们就溜达着去了，顺便可以逛逛街边的商店什么的。不过我们还是有点失算了，我们出来的有点早，街边的商店很多都还没开门。这种生活真的让人羡慕死了，都已经10点多了还不用上班，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样。晴天的这个缺点就是太晒了，这里路边也没什么遮阳的设施。我们其实是有伞的，但是出门的时候没拿，又懒得回去取了，就顶着太阳走吧，不知道今天会不会被晒伤。松本美术馆主要的常设展就是草间弥生的展，可能是因为松本是草间弥生的故乡的缘故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了大艺术家的原因，松本这边在艺术方面的投入感觉应该挺大的，整个城市的风格都感觉挺文艺的。好尴尬，我们走到了对面，门口没有直接过马路的人行道，只能往回绕一下了。这个门口就是特别草间弥生风格的雕塑，这里是可以供游客随便拍照的，里边的展厅内部是不允许拍摄的，只有那个大南瓜是可以拍照片，但是不能录像。欣赏草间弥生老师的作品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有点门槛的，他的风格是挺抽象的，如果能看懂说明的文字可能会稍微有点帮助，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一点功课都没做的游客来说，就是纯纯的凑个热闹。外边的自动贩卖机也是波点风格的，那个波点罐子的可乐似乎买不了。在寸土寸金的日本弄这么大一块草坪，算是下了血本了吧。这个雕塑表达的是啥呢？出来之后，天上的云似乎越来越厚了，没有早上那么晒了，但是有点热。我们现在走路去松本城，这里好像是当地人的居住区，很清静的感觉，应该是都去上班了吧。这边房子的风格挺丰富的，不过还算比较协调，没有特别突兀的。电线杆上的这个涂鸦是啥意思呢？我们走到了一条商业街，这个应该就是中町街了吧，据说有400多年历史了。街边的建筑都是白墙灰瓦，
有点中国徽派建筑的感觉。不过看起来功能性上应该跟徽派建筑挺不一样的。这里有很多卖工艺品的店，很想买，但是担心箱子空间不够。走着走着就到了这个四柱神社了。这个神社的鸟居是拿电线杆子做的吗？有一个明治天皇的行宫。这个神社很小。女朋友去上厕所了，跟旁边的鸽子玩一会儿。从神社出来就是著名的青蛙街了。今天游客挺少的，很多商店卖的都是青蛙造型的商品。日本这边的商业街很有吸引力的一点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虽然有一些商品是所有地方都有的，但是个性化的商品占比很高，肯定能很容易找到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东西。不像国内的商业街，一水儿的义乌小商品城的风格，所有地方卖的东西都一样。不过这条街显得有点萧条，游客太少了。这条街供奉着一个蛙大明神，突然有点想吃干锅牛蛙了，炸天鸡腿也行。他给了我一个表情，让我自己体会。逛完青蛙街，发现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先吃了午饭再去松本城吧。在附近找了一家居酒屋，布置的是歌舞伎风格的，里边吃饭的顾客看起来像是在附近工作的上班族。那么这里的性价比应该还挺不错的吧。我们点了一个咖喱牛肉的套餐和一个山贼烧的套餐。这个咖喱的颜色看起来有点恐怖，不过吃起来味道还不错。山贼烧炸的火候也挺好的，外焦里嫩。接待我们的大姐特别热情，这应该是日式居酒屋的一个特点吧。吃完饭就要去松本城了，冲呀！日本目前只有5座国宝古城，松本城是其中一座。由于主建筑是黑白色的，所以当地人也管它叫乌鸦城。河边有个玩手碟的艺人，可惜这里没有遮阳的地方，要不跟这儿坐会儿听会儿音乐还挺舒服的。手碟的声音跟这个环境似乎还挺搭的。这水里的鱼生活的挺美的，一个一个都挺肥的，炖烂一点做泡饼应该特别棒。这边还有个 YouTube 的直播，刚才不会一不小心入镜了吧？能给我这个频道曝光一下就好了。城门口这里有很多旅游团，也有中文导游，可以蹭一会儿讲解。这个天守阁应该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从外边看是5层，但是内部空间是6层。这样设计的作用是什么呢？有人知道吗？门口这里的休息区蚊子特别多，千万别坐时间太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进这个天守阁是需要脱鞋的，在门口拿一个塑料袋提着自己的鞋进去。里边的路挺窄的，楼梯特别陡，所以在楼梯的位置是禁止拍摄的，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吧。有些楼梯是不能上楼下楼同时进行的，所以会有工作人员组织排队。
放一波人下来，再放一波人上去。这是一个射击孔，放了个东西拦起来了，是为了防止里边的人往出扔东西吗？还是为了防止外边的鸟飞进来呢？这边窗户的开口都挺小的，屋里游客又比较多，所以会感觉比较闷热。这层的展品是一些武器装备之类的，游客在这层会移动的比较慢。终于有个大窗户了，在这儿透透气。池子里的水真干净呀，可以清楚地看到里边的大鱼。这些鱼会不会被晒伤呀？到顶层了，可以看到整个松本市。房顶的结构还挺复杂的，上边供着一个镇物，是叫26夜月神。这个天守阁还挺好玩的，就是不穿鞋在这上边上上下下走来走去的，挺硌脚的。对了，在这儿插播一个提醒，来松本城玩的话，记得穿袜子，最好是厚一点的。女生的话，尽量避免穿丝袜、短裙之类的，尽量提前一天晚上洗洗脚。从里边出来的游客都还挺开心的哈。这边偶尔会有穿着古代服装的人走过，应该是可以跟游客合影的吧。从松本城出来时间还早，打算再逛一下松本博物馆，没想到他们今天闭馆。正在纠结是再去哪儿玩会儿，还是回去休息的时候，队友突发奇想，想去剪剪头发，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发现，没有提前做攻略的话，是要踩一些坑的。先不说预约的事儿，我们只能过去碰碰运气。我们先到了一家离我们酒店最近的理发店，被店主告知他们只剪男士。原来这里是有专门剪男生和专门剪女生的理发店，也算是长了个新知识啊。后来在这个店主大叔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另一家是给女生剪头发的店，并且这家店今天还不是很忙，刚好有时间可以帮他剪一下。就这样，我们就解锁了一个在日本的全新成就。然而，最终效果并不算太理想，队友不太开心。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我们今天也早点下班，也算是入乡随俗了。松本这个城市挺小的，市区的经典景点就算刷得差不多了。明天去上高地，大家拜拜了。